如果我听到一些华人讲关于我们的国家马来人很糟糕的这种言论，我会生气。我甚至希望有一天我的节目就不用再做，没有必要做，因为我们都已经很棒了，就已经很了解彼此。如果假设我是马来人的话，我会觉得，你敢逆风吗？我不敢逆风，我会完蛋哎。Hello， 欢迎收看《比比来三棒》，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的《比比来三棒》的嘉宾呢，有的就是大家都已经很认识你了 ，CCY。大家好，我是 CCY， 所以我是 baby 吗？你是 BB， 你是我们的 BB， 没有啦，就是要叫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三棒，所以来到的都是 BB， 你会蛤蜊吗？这样？OK， 好，我觉得大家如果今天看到我们的这一支影片的话呢，应该会发现说，这竟然 CCY 上来聊天呢，应该会看荧光笔的影片的人，应该也会喜欢看 CCY 的影片，因为都是爱国的人。对，就跟大家一样，都是爱国的。所以其实如果有人跟你讲说，CCY 你是一个很爱国的人呢，其实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会开心，但我觉得最近我有点紧张了，是因为有人说，你有一个爱国的这个标签，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好像你应该要很会讲话，你应该要马来文很好，你应该要很懂马来西亚历史，我就觉得说，哇靠！爱国的负担这么大，所以我现在有点在思考哈，但爱国的标签我也没有很常告诉大家说，嗨大家，我是爱国的 CCY， 我也没有这样讲。但是别人会这样子认为啊，因为想说我们就希望马来西亚更好，所以我们做的内容希望可以促进什么种族，这样子，其实别人就会觉得说，你真的是真的是一个爱国青年，就好像我们做了这个荧光笔之后，我也觉得我就不好意思 double park 了。有的时候买东西真的没有位置 parking 的时候以前说，等下如果给人家发现说，莹莹，你这身为这么马来西亚爱国频道、知识型频道的，你还做 double park， 这太扯了吧？对，你没有没？会开始会担心更多事情，因为大家已经贴了这个标签，就像大家说，你马来文那么烂，你凭什么说你是爱国？你去学马来文吧。我就觉得爱国标签是你贴给我，然后现在还要给我那么多任务，所以会开始会觉得自己很那个责任很大的那种感觉了。我觉得马来文不好，我没有任何困扰我跟大家我还是可以有聊天啊。我会这样子觉得，就是一定要马来文超级棒，讲得很流利，甚至可以主持，你才等于爱国嘛。所以你马来文是差到什么程度？没有到，我还是不累这个比我好吧？没有，不可能。saya betul bukan. Saya pun sangat teruk, tapi boleh cakap. Saya boleh order nasi lemak saja. Saya boleh cakap pakwa. Pakwa. Gosip lah. Gosip apa? Gosip saya suka siapa-siapa macam ni pun boleh. So you suka siapa-siapa? Beritahu Kak. Malaysia。又讲不要标签自己是爱国人，又在那边标签自己是爱国人，难啊，好难啊！好了，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什么 double park 那些都不是对的行为，就是我们还是要尽回我们的责任，让大家不要做不对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留意到说，你都有在做很多跨族群交流的一个就是内容。可是在这之前，其实你是在台湾先拍了很多跟台湾相关的内容嘛。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就是转折点，突然之间哇 CCY。Malaysia 这样子，这个点是怎么来的？可能或者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台湾的时候，你的创作内容的部分，那个是什么阶段？现在是什么阶段？我觉得我创作的所有内容，今年是我第12年创作内容，然后所有创作内容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我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才创作做怎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在台湾之前，在马来西亚我就开始做 YouTube，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很爱拍，所以都是拍戏剧类，因为我那时候心情是这样，所以我就这样内容。到了台湾，我就觉得很多不同的差异，所以我就做台湾和马来西亚差异的内容。那时候在台湾很久了，我就一直在不停的在拍，从拍台湾马来西亚差异的内容，当然我就拍台湾的环岛、台湾的旅游，然后我就发现到我好了解台湾我就是跑去了好多地方那时候就开始发生一件事情了。因为那时候刚好疫情来了，所以我就待在台湾更久，然后就慢慢的思考到完蛋了，我好像还蛮不了解马来西亚的，这个转折点开始吧。然后我就一直在开始思考说，我到底可以拍马来西亚什么东西。然后当我了解了整个台湾的地图，整个角落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在马来西亚，我不要讲东马好了，我讲东海岸的吉兰丹跟登嘉楼好了，我都不认识，真的，就真的是从慢慢自己开始的去觉得说，我好像要再拍马来西亚更多，再更多，
那从这个开始有这个慢慢的萌芽的这种想法。再来，我在台湾开始有拍了，找到了会讲中文的马来人跟会讲中文的印度人，然后我就好有趣哦，一开始就觉得好有趣，就拍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再拍更多这样的内容，因为觉得好好玩哦，然后就慢慢的开始物色有没有会讲中文的马来人跟印度人，因为我完全不认识这样的人，然后就对外这样子去公开去找这样的人了之后呢，发现到其实是有的，然后就开始直接拍了1、2、3组这样子，拍了之后呢，发现到留言的讨论度很高，然后很多人也说，其实我也会，我隔壁邻居也会，就是马来人、印度人会讲中文的，发现到好多人哦，然后就做到现在了。我那时候是2022年的国庆日开始去做到现在已经2024快做2年这样的内容。呀，就不知不觉就做2年多了，真的，而且你现在真的是越做越好，然后而且不单只是做那种访谈啊，还一起出队，带他们出去。我知道你之前不是有带马来同胞去那个柔佛的游神吗？我一开始因为很多粉丝说 CCY 我们柔佛游神很大很厉害，你必须过来。你本身没有去过？我本身真的没有去过，但我一开始会觉得说游神是华人的东西，如果我去好像有点。因为我想找冲突嘛，我一定要有一点冲突感，我才觉得影片会更好去呈现，更有流量吧。但一方面是我觉得说，我突然想到说，如果我带马来人跟印度人去，会不会不错？然后觉得说，这个很有趣，所以我就决定带，我也是没去过，然后我就带印度人跟马来人一起去游神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交流是更有意义的，比起。我觉得我去不错，是我可以更了解。但如果我去了解的同时，我又可以让马来人跟印度人一起去了解，我觉得这个就更有意义一些。所以在促成你的这个，比如说带不同的种族的朋友一起去参与其他族群的宗教团体，就是宗教活动的时候，你最近的这一次，你可能或者是你可以选一个你的感受特别的。觉得鲜明也好，或者是觉得冲突也好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前阵子不是有拍那个 KK 袜子的事件嘛？还没有看的朋友，去找来看。你也在，对我那时候其实感受很深，是因为我的马来好朋友竟然有这类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说，哇，我以为就是说，你应该思维跟我们比较接近吧，然后才聊天的过程中才发现到说，哦，原来想法很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其实会让我觉得说，就等于说我们需要更了解彼此，所以就等于说我们拍的还不够多，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深入再探讨的。因为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事情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时候，那我觉得就这个冲突会让我觉得说我需要拍更多之类的内容。或者可能我先交代一下吧，就是之前的时候 CCY 有邀请我上去他的节目，然后就是有针对那个 KKWA 事件的就是邀请了不同种族的代表来聊，然后当时候我觉得其实特别好你的那个安排，就是说因为里面虽然有2位马来同胞，可是有一位呢是开明派的，他就是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有 boycott 这些东西，他不赞成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位就是可能跟CCY 一直都很合作，就是比较受中文教育也很开朗的一个女生，但是我觉得她只是很诚实的说出她的想法，而且因为我觉得她很年轻，所以她才20出头而已，所以可能在她的世界里面，她在这个阶段，她可能是认为 maybe 她应该是跟着她大部分的同样的就是他的同族的人一起有一样的想法，在做这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可是我们就看到留言区就有很多人骂他，就很担心他真的是很受伤这样子。可是我想要再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确保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正确的沟通的话，你一定要允许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想法，而不是当别人跟你讲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去攻击他。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真的交流，结果人家就只会讲你想听的话，就我不要讲，等一下我讲了之后他又敏感，他又生气又玻璃心，我就不要都讲，我们都講嗰啲好紅嘅嘢，就說OK 啊，我覺得可以啊，你喜歡就好了，這樣子是不会促进交流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一边在担心他，可是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想？我相信你如果只纯粹听完他讲的东西，然后马上发言的话，你肯定会写比较不好听的东西。但我想说，就是真的需要再冷静一点的在思考，你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那他的这个想法是真实的，那我们尝试去了解这个想法，其实这样就够了，就不用那么第一时间去给出太多回应，因为如果你第一次给回应的话呢，肯定是
反对的，因为确实听的东西是跟你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你必须要有这个认知，是我们本来就很多很不一样的人住在这个地方。有这个认知的话，你就要去接受不同人的想法了。这样子我觉得想要聊一下原本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做荧光笔跟你做 CCY 现在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一个系列都好，我们都有过一个经历，就是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国家了解的不够多，我们想要尝试，除了是我们自己想要了解，我们也希望我们认识的也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分享，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但是这代表着原本的我们真的很 pure， 我们可能就是还没有这个意识之前的你是长怎样的？你可以说 ，maybe 你就是一个死屁孩啊，或者是就是会讲出那些什么种族歧视的话。可能你没有去台湾之前，也未必有发现到这个世界上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多元的环境。这样，我在做这个内容之前，我肯定很不了解马来西亚，我现在还在了解中。我觉得我好难去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做了2年，我是 CCY， 我做了种族知识2年，我现在非常了解马来西亚，不敢讲，不可能，我可能的还在了解中。但我之前，我觉得我是那一种，如果我听到一些华人讲关于我们的国家马来人很糟糕的这种言论，我会生气的人，因为我就有认识一些马来西亚人在台湾，他们会跟我说关于说，我跟你们讲了，马来西亚华人怎么样很委屈，然后马来人很糟糕，他们都是偷懒的人啊什么之类，我听了会生气，就是你干嘛？你干嘛要在大家面前这样子讲？他说真的啊，是真的啊，他就会跟我这样辩论。我觉得说你这样子很糟糕。我当然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懒得跟这个人在讲话，就觉得说算了，因为很多台湾朋友跟我讲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都会说马来西亚有多元种族啊，有这样子这样这样，然后我只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我讲不出太深的东西，我只大概自己就 stop 了，然后就马来西亚华人食物很好吃，大概就没有。我们只能够拿得出来说嘴的就只有食物。对食物的话，我就可以讲印度有什么食物，马来有什么食物，华人有什么食物，但我只能讲食物，因为其他地方我真的很不了解。但现在我做了之后，我可能可以讲到比较多，但在那个时候的我呢，我没办法讲太多，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可能的去否定不同种族的存在，跟否定他们有好的一面，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都是只觉得他们不好的一面，然后去对外这样子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是会生气的。你在去台湾之前，你也是已经这样的想法了吗？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和启发，可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原本的地方，你的格局才会被拉开。其实没有离开的话，我不是说没有离开的人就不成长，或不是。可是真的，如果你出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时候，你更能够很直接的去从外面看回去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我觉得如果没有离开马来西亚生活，我未必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可是离开之前的你是怎样的？有想讲2个面向哈，一个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住在苏邦，所以比较多元种族，所以我觉得还算有各族的朋友。不像我觉得有很多华人住在一些比较华人的区域，真的比较难接触，所以我觉得我算幸运，因为我住在苏邦。你是国中生吗？ SMK， 我是 SMK 的国中生，所以又更加，其实我比较多讲英文，但我不能讲我英文好，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好，我中文好吗？也不一定客家话好，客家话也不是最好我是被纠正的，所以其实我没有一个语言是好的。但我想说的是，我是有面对很多族群，再加上我有去 PLKM， 我觉得那时候又跟很多马来人、印度人相处，其实所以我是有这样的环境的背景。但是另外一个面向是，如果当我跟一群华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那一种会用种族议题来开玩笑的人，比如你会开怎样的玩笑？那个是马来人开车的吧？就是开车的妈妈是马来人开的吧？会就是，但对我来讲，我很常会有一种，我之后我会反思我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东西啊？但是当下的时候，你是因为觉得说你讲这样的话他们会嗨，所以你才这样讲？就是觉得说大家会哈哈哈，但对我来说，我有反思为什么我会讲出这样的话，就因为我们周遭的人会这样子讲，周遭的人会这样子讲，同时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要贬低某一组来拉高自己一个 moment 而已。那你到最后真的有被拉高吗？好像只是心里比较好受一点点而已，但这是一个非常不对跟不好的行为，真的很糟糕的一个行为。我觉得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很好因为你不停的反思，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很多人这样，我也这样，讲完之后呢，我开始会思考说，我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话呀？不过你刚刚讲的那个可能就是
大家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喜欢会用的一个方法，你觉得你在讲一些人或取笑某一个人，那你就会获得笑声，然后之后就感觉好像自己比较厉害。可是其实他不见得只是在种族，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胖子啊，或者你看他的脸啊这样子之类的。刚好马来西亚有分种族，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但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就像台湾好了，其实你同一个班级的他很宅，我们就会这样讲，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来的，对，是一样的道理来的，这是一个人性吗？但是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种族，所以这个东西会放大来看。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聊到这边的话，大家只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听到每个人他都有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摸索嘛，但是人最重要是有一点点的思考能力还有反思的能力嘛，就我们就越来越变成不要去用贬低别人的方式来让自己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这个其实是对，这是一个最偷懒的行为啦。对，那你就反思了嘛，然后可能是去了台湾之后有什么东西是影响到你看待马来西亚的角度就不同了。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我问过很多出国念书的人，马来西亚人，大部分的都是出国之后会更爱这个国家，因为真的会更看得出自己国家很独特的一面。我没有去台湾之前，我会觉得全世界应该都是这样子吧，就是应该都会讲多语言吧，应该都有很多种食物吧，会这样子。路都很乱吧？对，应该都是这样子吧。政府应该都不理我们的吧？但去了之后会发现到原来当然有很多台湾比较好，有很多马来西亚比较好，就是会发现到各种不好跟好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其实马来西亚有好多好独特的地方是值得让更多马来西亚人知道，其实我们很特别，我们很特别。对，就像语言这个部分，其实很多人外面的人看到我们马来西亚人，绝对是会指两个大拇指说太强太强了。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那么多语言？为什么马来西亚那么多种类的食物？为什么马来西亚文化可以保存的那么好？那当然，我们到了外面之后呢，会更爱马来西亚，是因为原来马来西亚有印度人啊，有印度文化，有马来文化这件事情，会觉得。会更想了解，更觉得自己国家很棒。我真的觉得说有机会真的是要让大家自己出去走走看看，因为坦白说，我觉得台湾人也有这个情况的，就是台湾人总觉得台湾很烂，他们总觉得他们自己的就是台北是一个什么天龙国啦，然后整个台湾就是很糟糕，或者什么，或者说在旁边看，其实你们很多东西很好，就是为什么？可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出去看，他不会发现他们在享受着的很多的东西，可能是其他人很羡慕的。所以无论是在看着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无论你是哪一个地区、国家、任何地方的人都好，真的可以就是不一定要对自己的地方那么的苛刻，就是去发掘自己的地方的美嘛，然后再去看看，然后再去比较一下，就觉得再完整一点点。好的话，我们可以去珍惜它；不好的，其实我们可以去对外学习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网络那么发达，现在这个东西是很棒的，就是可以不停的去学习。OK， 好，那我们来讲，你觉得马来西亚有改变吗？就是好像以前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很消极，政治冷感。其实我也很讨厌政治的，只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想要这个地方变得更好，我势必得关心一些事情。可是别人可能会把你关心社会发展，就跟你很政治化，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可是对我来讲，它有一点点不同啦，那个角度。那就是从你开始做这些内容到现在，马来西亚的政局有一点点的改变，你自己感觉有改变吗？我其实，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我能很深刻的理解到，有些留言呢会留言说算了啦，就是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其实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可能他们真的有些有失望也有绝望过。但我必须说，现在这个时代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变好，而且只会越来越好。是因为现在的资讯是越来越发达的，现在每个人的思维是越来越多元的。如果像以前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被某些媒体、某些人的讲的东西洗脑，所以你就有单方面的思维。但因为现在资讯发达，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国家只会越来越进步了。因为现在不只是华人在思维在前进，各族的人想法都在前进，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马来人都这样子了。华人都这样子，已经没有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在进步。我觉得这件事情，所有人包含华人，包含绝望的华人们，我们都不要那么绝望，因为只有大家一直觉得说这个东西可以进步，它才可以进步。因为他那个留言我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觉得我一早起来破了那么正面的东西，我看到这样子我觉得很生气，就是你干嘛觉得绝望就不做了吗？我就跟他说，所以你觉得就大家就这样子不做了吗？就只能一直烂下去吗？然后
他也没回我。走心了，走心了。我就觉得你只有想要改变，那他一定可以改变啊。但是就是会需要时间而已啊，一定可以改变啊。好，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难题了，那你觉得现在的你怎么看现在的 boycott 事件？这个 boycott 的力量那么的大，他们也这么的有一个非常好像很有说服力的一个 statement， 可是我们又很真实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对于这个社会啊这个经济的一个破坏，可是我们又要尊重我，可是他又会破坏我，然后你又有跟这些不同的人交流了我，那现在的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一波它会维持多久因为感觉一波，然后影响下一波，又影响下一波，然后好像只会越来越大。而且他们讲说 boycott 是会上瘾的。上瘾吗？有一个说法是会上瘾的，就是原来你发现你把一群人聚集起来，你做某一件事情，会有效果的哦。那我再 boycott 下一个让你们全部人都听我们的话，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再 boycott 这样子。有人说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效果了。我觉得上瘾之后，然后因为经济是需要时间去，他 boycott 了之后，马上不会影响到你自己。我觉得会不会久了之后，他会发现，影响到我了，然后他们就不好玩。好，这个是一块啦，我们只能让这件事情慢慢发生。发生了之后，会有一些人会开始说话吧。我想，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能力说太多的话。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马来朋友就是穆斯林朋友，他就跟你讲说我们要 boycott 这个，他揪你嘛一起 boycott， 他告诉你为什么要 boycott 这件事情，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跟他对话？对啊，就是我要说服还是要尊重呢？我们要尊重有不同的言论的不同的立场。我说，你要 boycott 了，好，那你可以继续做啊，我没有想要做这件事，这个事情太大了。如果假设我是马来人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不想 boycott， 你敢逆风吗？我不敢逆风，我会觉得说，我一促成这个事情，我会完蛋我会完蛋我肯定会安静。如果我是马来的 KOL 的话，我可能会去试探吧，就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是一样想法的。我会安静，就是不是对外的方式去做讨论。你会觉得起码有点安慰，有人跟我们一样的想法。有人跟我一样。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勇敢的说出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其实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条件很好嘛，然后我们有非常棒的特色，然后我们有丰富的资源，然后我们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是被政治体系给拖垮拖慢，可是现在感觉上有一点点变动。我们不能讲说现在是最好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感觉是会一个有改变的过程。可是以前我们可能未必关心，或者是未必知道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国家，而经过这2年我们都有在做跟马来西亚相关的内容。那你有发现到你觉得你最担忧的事情是什么吗？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美好的话有时候也不太真实。我们虽然相信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好，可是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东西是让人比较沮丧或者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可以放心的聊出来也无所谓，就是你的观察。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些真的是很深的感受是，会让种族关系变得糟糕的主力是影响某单位的利益的时候，因为某单位任何单位可能是政治的，可能是商业的，就是觉得他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者是想要让自己更有利益的时候，既得利益者，或者是他觉得用这种形式破坏种族关系，可以自己得到一些利益，他们会使用这种方式。我个人有就是观察跟思考一下，就是我会思考为什么我要破坏种族。我可以有利益的，所以今天如果我在做任何的生意，还是有就是生意好了，我想到一个策略了，我只要跟大家说，华人们买我的东西吧，我们不能给马来人欺负，类似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激起一些华人说，真的我要买他的东西，我在破坏种族，但我赚到钱了之类的，我很怕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而且我觉得它正在发生。对，所以其实确实有一些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有利益。对，他是有得到一些某方面的利益，然后这些利益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看得到的，那可能大家可能会真的会被煽动，而会让我觉得说，这几十年就是用这一种方式，这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很简单、很粗暴，而且很快就有影响了。很快就有效果就来了。对，简单粗暴有效。对，有效。很生气。在以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策略是不是要用 ？CP 值高。对，CP 值高，马上生效。这个你的 KPI 马上达标。
直接用。所以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你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什么想法，是觉得说，其实你很想要分享？因为平时的节目里面你都是访问别人嘛，然后而且我们都是聊一些这种，而且你就讲你就是要有那种 gimmick 哦，要有冲突的感觉。可是可能你真正内心的一些想法未必有机会可以聊到。那今天有聊到吗？还是有什么你觉得很想要分享跟大家讲你的感受的或心得的？我觉得我做了大概种族歧视这个整个节目2年之后呢，对我来说，我会发现到说，它可以做得很长久的节目，是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理解的，甚至有很多人一直跟我说为什么没有让马来人知道啊？为什么只让华人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时间，因为对我来讲，我也很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我的能力还不足，所以我现在目前为止呢，我就是好好的把这个好好的影响华人，甚至好好的先把我幕后团队的这一个团队训练好，因为大家都是马来西亚的这种影视圈，其实能力大家都还在学习中。我们因为台湾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就有很完善的电视系统啊，大家都知道怎么完成这件事情。但马来西亚这个东西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其实我在做这个中文节目的时候，我还在练习中怎么培养这个团队。但这个东西呢，大家应该不太会聊到，因为大家都是我们在聊的是大家怎么种族融合嘛。但是其实幕后其实大家还在努力在做这件事情。那好好的把这个节目做好，影响华人，其实我还是很想要影响马来人。但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我来说，因为很多人也很疑惑，为什么我 CCY 在节目里面一直讲华人的不好？因为我只能讲华人的不好，我不可能在那边骂马来人什么，那不是我来说的，那个是我马来宾来说的，不是我来说的。对，那对于我来讲，要影响马来人的族群，肯定是一个马来的主持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跟他们一样的人，来让马来人来以他的角度来让马来人更了解华人的印度人。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也很想要去完成的，跟我正在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方向前进。我想说的是，其实马来西亚，我觉得马来西亚很需要这样的节目，跟让更多人可以更了解彼此，并且这样子国家才可以更进步啦。因为要先了解彼此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确实平常没有机会跟大家聊啦。其实我也觉得很开心是，为什么我觉得马来西亚会越来越有希望吗？或者是一直进步吗？因为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就像荧光笔，就像种族歧视，还有未来肯定还有越来越多的节目。然后我想让大家证明到是有人关心，因为以商业角度来看，以利益来看的话，你一定要做有内容，有人观众关心跟看才可以做长久。而其实是有人关心的，是有人在乎的，所以也呼吁任何有兴趣做这样内容的人，拜托做吧，一定要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讲中文，我们都讲中文，英文的有没有本拿快点做，马来人、印度人全部都给我做，只要越多人做，只要有越多观众对这件事有兴趣，那马来西亚就肯定会越来越进步。是，我是觉得说要有越来越多的 KOL， 就是 Key Opinion Leader 啊，不是只是那种拍照的啊，是真正的意见领袖去做这些事情，用好的观念去影响大家。就是大家都是我们的信仰是和谐，我们尊重的是多元，然后一直在强化这个价值观，我相信是有帮助的。我也认同你刚刚讲的，就是有过程嘛。就好像我们做想要生活节的话，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中文的，然后去到第2届的时候，我们就有大概30% 是有其他语言的节目，可是我不可以在第1届我就做全民，因为我都没有那个能力。然后去到第3届就是来临，我们这一个8月份还有9月份，我们也是会做想要生活节，然后我就会希望他的其他语言的这个节目可以占到40%，最好到50%。我觉得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一个进程，一个进展。那如果说你们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是对的，是喜欢的，你给我们的支持就是在无时无刻让我们知道你们在，然后看我们的内容的时候，不单只是可以留言，那你还可以 share 出去，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能够做 content， 但是我们未必真的可以打败演算法，或者跟演算法打好交道。不过 CCY 在这部分是做得很不错啦，我觉得。学习中，对。大家就可以把我们把这些内容给就是散播出去，然后呢，可能也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做，让一些内容创作者知道说做这件事情是 work 的。然后你也不会饿死，这样就会有人做，更多人做，要不然我们好像很吃力不讨好的感觉。对，听到莹莹她有分享到，她八月就是国庆日那期间要做生活节嘛，因为我自己呢也想要做的是动马企划，
就是在东马开车环没有岛，就是从沙拉瓦开到沙巴样，因为我发现到。马来西亚就是有东马有西马，然后很多人对于东马就是非常的不了解的。那这也是我决定今年要去执行的一件事情。好，希望你拍摄一切顺顺利利，有金主爸爸支持你。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心目中 CCY 心目中最美好、最好的马来西亚应该要是怎样的？来，我们来许个愿吧。讲啊，喂！我还以为是你讲就好了，要讲出来啊，要不然 dead air 嘞。勇敢的发放出来，宇宙会听到的。就是我会希望我们未来听到各族在帮各族，就像很多人说的，华人在有车祸现场，然后马来人来帮你这件事情很感动。我是觉得他不应该要觉得很感动，他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觉得很感动，是因为他觉得啊，天哪，好温暖的不同种族在帮，但。奇怪，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感动？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感动，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发生。所以我希望未来的马来西亚呢，种族之间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我甚至希望有一天我的节目就不用再做了，没有必要做了，因为我们都已经很棒了，我们就已经很了解彼此了。对，这是我所期待，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的事情。好，我们加油！好了，谢谢，辛苦你了。那今天谢谢 CC 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如果说你还没有 follow 他的频道的话呢，请去 follow 他。如果是从他的频道过来的呢，也请 follow 我们。那我们会更努力的做更多的内容啦。OK， 好，今天谢谢你，谢谢莹莹。有什么话想要分享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分享哦。